燕云16声开封的剧情直接封神了。什么神啊？黑财神啊，这名字呢多多少少都有致敬黑猴之意啊，特别是那一句为何不败，怎么就这么耳熟呢？不得不说，开封剧情的精彩程度还是远远的超出我的预期。那种跌宕起伏的剧情，那种扣人心弦的时刻，那种让人欲罢不能的魅力，真的让人回味无穷。再加上那些精美的画面，那些细腻的动画，让人叹为观止。玩游戏的时候呢，我感觉自己已经不再是简单的玩家，而是开封城里的救世主，参与到了这波澜壮阔的江湖故事中。开封剧情主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它是以北宋开封为背景，融入了货币流通、国家信用等元素，讲述了主角在复杂的局势下与各方势力周旋，揭开阴谋，力战黑财神等强敌，体验民生疾苦，最终实现苍生无言，侠为其声的故事。虽然主角在整个剧情中都是棋子的角色，背后真正的是各大势力的博弈，涉及到契丹、北宋、南唐三大势力，还有各个江湖势力，甚至于庙堂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比如说醉花阴本属于南唐的势力，却活跃于北方的开封城中，成为了最大的情报组织。10几年前的北伐事件中，契丹和南唐欲联合夹击后周，清丰邑事件后联盟搁置，五代第一明军柴荣整合朝廷与江湖力量，北伐刚取得一些进展，却不幸染病身亡。醉花阴在东华门外唱出点检做天子，加剧了后周的混乱。最终跟随着柴荣南征北战的赵匡胤选择陈桥兵变，夺取柴家的皇位，以宋代周。跟清河一样，燕云的剧情之所以出彩，还在于小人物的刻画。这些小人物，他们没有华丽的衣裳，没有跌宕起伏的剧情，但他们身上却有着一种独特的魅力。他们或许默默无闻，但他们的存在却让整个故事更加的丰满，更加的真实。他们就像生活本身，充满了细碎的感动，充满着人情味。龟奶奶靠卖草龟为生，想给儿女买些好吃的，然而儿子早已战死，女儿也在后周太祖郭威进城那晚死去。老伴为了保护家中的钱被契丹人虐杀，抚恤金还被当官的以收税的名义抢走了，反映了乱世百姓的苦难。东阙公子，他是未央城曾经的城主，是经营有道和心狠手辣的温无缺，也是心系苍生的莹莹。他算是开封的一条暗线，剧情呈现的都是人畜无害、骗我入局的故事，但背后的故事却让人心惊又心疼。他并非未央城上任城主温韬的嫡出，小时候受尽欺辱，靠着天赋、手段、鲜血才爬到了城主的位置，甚至首任夫君。他并非良善之人，但为了拯救开封，他可以不顾一切，和主角一样是个傻子。福禄寿，可爱的小福、小禄、小寿是九流门的道主，他们以小孩的形象出现，虽然看起来年纪很小，但是实力不容小觑。他们是朱家三姐妹，父亲是九流门前掌门朱佑生，因为洪四的背叛被害，变成了不人不鬼的样子。在薛丑的帮扶下，福禄寿才能稳坐道主之位。九流门在这个3个活宝的带领下，变得有些奇奇怪怪的。但是在苍生、在大义面前，九流门也会毫不犹豫地站出来。开封篇剧终了，也并不代表故事结束了。韩仪还是下落不明。东阙公子说，韩仪找上东阙公子是未雨绸缪的，想为神仙渡寻找一条退路，可这退路却用不上了。绣金楼提前到来，让所有的准备都成了泡影。东阙公子建议去醉花阴打探打探，因为那里是秘密最多的地方。我猜测很可能醉花阴最终给主角指明的一个地方就是河西，全称是河西走廊，大概就是现在甘肃的位置。在5代十国时期，河西走廊的政治格局也是异常的复杂。西凉国的建立与兴衰是这一时期最显著的历史事件之一，但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，河西走廊在5代十国时期商贸活动频繁，西域各国的商人通过丝绸之路来到河西走廊，带来了各种奇珍异物和商品，促进了河西地区的经济发展。5代十国时期也是河西走廊民族交融最为繁荣的时期，各个民族经过长期的交融，河西走廊渐渐形成了具有区域性特点的风俗习惯，还涌现出了凉州词、西凉乐、西凉记等文化形式。这些文化形式呢，不仅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，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乱世之中，河西也算是当时的一个世外桃源，其原因就是因为边远。燕云16声的河西将会是与清河、开封完全不同的风格，以诗为核心的区域，以回家为题的故事。也许在那里呢，我们将会与韩仪、江疏、红线再次相遇。
总之呢，光剧情这一块，《烟云16声》绝对是我近期玩过最惊艳的游戏之一。如果你还在犹豫要不要入坑，那我劝你闭上眼睛跳进去吧，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。准备好哭鼻子吧，少侠们，咱们江湖再见。